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清明节。这个节气兼节日可真是历史悠久，而且它的演变过程也特别有意思。要是你对清明节还不是很了解，那今天就好好听听，我给你好好讲讲。先说说清明节的起源。其实清明最早只是一个节气，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咱们老祖宗特别聪明，他们通过观察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，把一年分成了24个节气，方便安排农事。清明是第5个节气，这时候天气开始变暖，大地回春，万物复苏，这春耕春种的好时候。所以从节气的角度来说，清明就是提醒大家该干活了，别耽误了农时。不过清明节后来又有了别的含义，这就要说到寒食节了。寒食节比清明节还早一些，它的起源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有关。春秋时期，晋国公子重耳流亡的时候，介子推对他可忠心了，甚至割自己腿上的肉给重耳吃。后来重耳当了晋文公，想封赏介子推，可介子推不稀罕这些，带着老娘躲到山里去了。晋文公想逼他出来，就放火烧山，结果介子推宁死不屈，被烧死了。晋文公特别后悔，就下令在这一天禁止生火做饭，只能吃冷食。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。寒食节在冬至后的第105天，时间上和清明节很接近。慢慢的，人们就把寒食节的一些习俗和清明节融合在一起了。还有一个说法是，清明节和祭祀有关。古时候，人们特别讲究祭祀祖先，认为祖先的灵魂会在特定的日子回来。清明的时候，天气好，万物生长，人们就选择这个时候去祭拜祖先，给他们扫扫墓，烧烧纸钱，表达对祖先的思念。这习俗一代代传下来，就成了清明节的重要内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清明节的习俗也在不断变化。在古代，清明节可热闹了，除了扫墓、祭祀，还有好多好玩的活动，比如说踏青。春天来了，大地一片生机勃勃，人们可不愿意老待在家里，就全家出动去郊外踏青。那时候没有公园，但山野间到处都是美景，大家在草地上野餐，孩子们放风筝，那风筝五颜六色的在天上飞得老高。还有荡秋千，姑娘们坐在秋千上荡得老高老高的，笑声传遍整个村子。到了唐宋时期，清明节的习俗更加丰富了。唐朝的时候，扫墓的风气特别盛行，皇帝还专门下诏规定寒食，清明可以放假，方便大家去祭祖。而且唐朝人特别会玩，他们在清明节还会举行一些体育活动，比如打马球。马球是一种很刺激的运动，骑着马拿着棍子去打球，那场面可壮观了。宋朝的时候，清明节的商业气息也挺浓的，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就画了当时汴京清明节的热闹场景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有卖小吃的，有卖玩具的，还有各种表演，热闹得很。到了明清时期，清明节的习俗又有了新的变化。扫墓依然是最重要的活动，不过形式更加规范了。人们会在墓前摆上贡品，烧纸钱，然后磕头祭拜。而且明清时期的人们特别讲究风水，扫墓的时候还会看看祖先的墓地风水好不好，要是不好，还会想办法修整一下。除了扫墓，踏青的活动也还在继续，不过形式更加多样化了。比如文人墨客会在清明节聚会，吟诗作画，互相交流心得。到了现代社会，清明节的过法又不一样了。虽然祭祀祖先的传统还在，但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现在人们扫墓的时候更注重环保和文明，
烧纸钱的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鲜花祭祀、植树祭祀。用鲜花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，既环保又美观，而且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很多人会选择在清明节回老家，和亲戚们聚一聚，叙叙旧，增进感情。除了祭祀，清明节也成了人们放松身心的好机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问，清明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，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可丰富了。首先，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。祭祀祖先，就是让我们记住家族的传承，记住那些我们付出过的人。其次，清明节也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。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我们在祭拜祖先的同时，也在感受生命的延续。那些已经离开的人，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，但他们的精神和血脉还在我们身上延续。这种对生命的敬畏，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。最后，清明节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那些古老的习俗，那些传统的活动，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。通过一代代的传承，我们不仅保留了这些文化，还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。这种文化的传承，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。好了，关于清明节的来历和演变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清明节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，它承载着我们对祖先的思念，对生命的敬畏，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希望大家在过清明节的时候，不仅能享受假期的乐趣，还能好好体会一下这个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